我重生成壁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吞一只即将破茧成神的9尺金蚕。可就在我幻想自己能成神时，却被夏幼楚误打误撞把契约之血滴在了身上。上一世，身为人族女帝的夏幼楚遭遇数名异族帝者围攻，由于契约兽天赋太弱，导致她陨落在异族强者手上，重生归来。她把目标锁定在一只拥有神阶天赋的9尺金蚕身上，以便应对日后的强敌。可就在她布下法阵准备劫气时，我却突然杀出，将9尺金蚕给一口吞了。这也导致她的契约对象稀里糊涂的换成了我。这一刻，夏幼楚只觉得天都塌了。好不容易重活一世，原以为这次能抓住机缘一飞冲天，没想到最后竟然契约了一只壁虎。要知道，契约一旦成立，就再也没有解除的可能。夏幼楚前世虽为人族女帝，可让她拿一只凡级壁虎当契约兽，哪怕倾注再多修炼资源也是白搭。与此同时，吞掉9尺金蚕的我却是心情大好，只因就在金蚕入腹的一瞬间，系统提示音便在我脑内炸响。丁吞噬9尺金蚕幼体，获得进化点1000，各项属性获得显著提升，获得特殊词条9退之体。每次生命等阶进化时，可额外选择一项身体部位进行强化退点，进化点已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化？我看了一眼怨气冲天的夏幼楚，立刻在心底狂喊进化。而夏幼楚在抓住我后，竟发现9尺金蚕的气息已经彻底消散，整个人彻底崩溃了。难道我重活一世还要重复前世的悲剧吗？可很快，夏幼楚眼中那属于女帝的骄傲又重新燃了起来。她能登临帝境靠的从来都不是躯壳，既然御兽之路走不通，那就转修古武。只是这条路需要砸更多资源，吃更多苦。想到这，夏幼楚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她一把将我给拎了起来，捧到眼前说道：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吞掉我的金蚕，但既然你成了我的本命战兽，你就必须遵守我的规矩。此刻我正处于进化前的微妙状态，对外界感知十分模糊，只能依稀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嘴巴一张一合说个不停。于是我努力集中精神，把意念传递了过去。别废话了，赶紧去准备吃的，等老子进化完毕，带你吃香喝辣。可不料此刻我的灵魂强度实在太弱，传递过去的意念听在夏幼楚的耳里，大概就听懂了饿。他在接收到意念后，差点当场背过气去。吃，就知道吃！刚吞了我的金蚕还不够吗？他强压下想把我捏死的冲动，转身就要离开。从今天起，你就待在这间禁室里，不许离开半步。我会给你基本食物，留你一命。敢踏出一步，或是惹事，我拼着灵魂受损也要清理掉你这个意外。待夏幼楚走后，我体内顿时开始剧烈起来，难以形容的剧痛从骨头缝里往外钻。我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我的身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像是一只刚破壳不久的恐龙幼崽。丁，检测到特殊词条9退之体，本次进化可额外选择一项身体部位强化。我死死盯着更新后的系统面板，心头一阵火热。仅仅第一次进化就让全属性暴涨了10倍不止，而且距离下一次进化只差95点进化点。吞噬那9尺金蚕的好处果真不少。最关键的是，这次进化还让我获得了哥斯拉的招牌技能原子吐息。我赶紧调动体内那股微弱的热流，将其集中到喉咙部位。紧接着，一小簇橘红色小火苗从嘴里挤了出来，持续不到半秒就熄灭了。看来能源核心没激活之前，这个技能只能充当一下打火机，指望用它对敌是不现实了。我将注意力挪回到了系统选择上。哥斯拉的强大建立在吞噬、消化、吸收，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我现在的吞噬天赋只是初级选择，一个消化能力强的内脏能最大化的利用这个金色词条的效果。于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强化胃袋。下一秒，刚刚平复下去的异样感再次传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胃在收缩扩张。几分钟后，强化过程结束，我也在这时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因为强化了胃袋的关系，吞噬天赋竟直接升级了。我心中一喜，强化后的胃袋现在连石头金属都能消化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原子吐息，原子吐息与能量核心相关，能量核心又与身体相关。念及至此，我的思路一下打开了。未来的强化方向，一方面要尽快激活能量核心，另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和吞噬消化相关的能力。看着还差95点就能再次进化的进度条，我干劲满满，当即就想找点什么东西吃。我抬起头，眼睛开始扫描这间净室。之前光顾着抓虫子，没注意别的。这净室看起来古朴，但用料似乎很不凡啊。墙壁是一种深色的石材，摸上去冰凉坚硬，地面也是同种材质。我来到墙边试着啃了一口，发现并没有什么味道。丁，吞噬黑曜石砖，获得进化点加0.1，体力获得微弱提升。我心中一喜，没想到这净室竟然是黑曜石做的。这么大的净室，就算一次只有0.1，全部加起来估计也有不少进化点。念及至此，我直接对着墙壁开始大快朵颐。半小时后，原本整洁的净室墙根处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我感觉腹腔传来了饱腹感，于是便停下来查看起了面板，差不多全属性都有1点左右的提升，还差35点就能进化。我打了个饱嗝，接着看向那扇紧闭的石门，继续开始猛啃。当整扇门被吃光后，我钻了出去，外面是一条走廊，同样由黑曜石砖构筑。我没有任何犹豫，沿着走廊的墙根继续啃。在啃食走廊墙壁的时候，我通过灵魂链接以及它的字语凑出了一些信息。那个叫夏幼楚的女孩似乎是个重生者，前世还是女帝。好家伙，我这是不小心把人家重活一世的希望给吃了。
估计他现在只想把我关起来当摆设，放弃御兽之道。可惜啊，女人，你对本蜥蜴的潜力一无所知。等我发育起来，什么异族，什么界关，一口原子吐气全给你扬了。就在我可能忘乎所以时，一阵隐约的喧哗声透过石壁传了过来。我在心中思索着，上面好像很热闹，而且我好像感知到了夏幼楚的气息，同时传来的还有许多充满恶意的情绪波动。我调整方向，一路啃食上去，很快就接近了声音的来源。此时的夏幼楚正站在大厅中央，周围的家族长老纷纷冲他露出了不满的眼神。他的对面站着一位青年，正是家族大长老的孙子夏凌风。他抚摸着脚边黄金藏獒的毛，看向夏幼楚的眼神里带着讥讽。幼楚妹妹，不是哥哥说你家族为了你那本命战兽耗费了多少资源，可你却说你的战兽出了意外。什么样的意外能让一只潜力无限的神兽幼崽变成一只毫无原力波动的壁虎？甚至你现在还要告诉我们，你要放弃御兽之道，转修那早已被证明前途有限的古武，浪费我夏家如此多的资源，传出去，你要我夏家的脸面放在何处？闻言，坐在主位上的夏家家主夏渊看了夏凌风一眼。幼楚自有他的考量，资源用了便用了，我夏家还承担得起。夏凌风嗤笑了一声，承担得起？伯父，我知道您疼爱女儿，但也不能如此偏袒吧。那些资源若是用在我的黄金藏獒身上，假以时日，必能为我夏家再添一尊王级战力，总比打水漂强吧。夏幼楚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资源是我所用，后果我一力承担。况且御兽之道并非唯一通天之路，即便不走此路，我夏幼楚亦能登临九天，护我夏家。话音落下，夏凌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幼楚妹妹靠鼓舞登临九天，你莫不是受了太大刺激，脑子出问题了？他身边的黄金藏獒也适时地发出一声低吼，带着威胁的意味。周围的质疑声更大了。夏幼楚紧紧地抿着嘴唇，没有再辩解。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我，心中莫名有点不爽。虽然夏幼楚凶了点，但毕竟也是我的契约者，而且这个夏凌风怎么看怎么欠揍。就在这时，夏幼楚的心声再次响起：夏凌风，你这个叛徒！再过3年，你就会为了权力暗中勾结幽冥族，出卖家族不防徒。2位元皇长老战死，父亲也因此身受重伤。若非我后来力挽狂澜，夏家早已不复存在。要不是我现在没有证据，我肯定要戳穿你这个伪君子。听到这里，我心里微微一惊。虽然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但作为曾经的人类，对这种叛徒行为有着本能的厌恶。再看夏凌风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以及他身边那只对着夏幼楚龇牙咧嘴的黄金藏獒，我顿时有了主意。时光这里的墙壁进化点差不多够下一次进化了，但在这之前，我不介意先去收点利息。家族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在夏凌风和他背后大长老的强势逼迫下，即便夏渊如何争辩，也无法平息众人的怒火。最终决议暂停对夏幼楚的一切高阶资源供给，其修炼所需的资源需自行承担以示惩戒。得知消息的夏凌风之得意满。夏幼楚，从小到大，整个家族都把你当成金疙瘩，你就抱着你的壁虎去练那可笑的鼓舞吧。想到这，他大笑了几声，随便拿出几块精纯的原石和一盆兽奶喂给了黄金藏獒。吃吧，小金，等你成了王兽，我看谁敢在我面前造次。随后夏凌风便回到了静室，开始打坐修炼，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房间的阴影里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洞。我瞪着大眼睛，透过小洞打量着房间内的一切，尤其在看到那几块原石和兽奶的时候，肚子忍不住叫了出来。这就是原石吗？看起来能量很充沛的样子。那兽奶闻着也挺香，还有那只金毛小狗，看起来肉挺嫩啊。我悄无声息地从墙洞里钻了出来，趁着黄金藏獒低头喝奶，迅速爬到原石旁边，将一块原石吞进了肚子。叮，吞噬下品原石，进化点加15。见此一幕，我心中一喜，连忙又吞了几口原石。随着一股精纯的能量在体内化开，进化点瞬间来到1000。虽然满足了进化条件，但我却没有选择进化，而是立刻爬向那盆兽奶，直接把脑袋埋进盆里。直到这时，那只黄金藏獒终于发现不对劲，这才喝了2口盘子，咋就空了？他疑惑地歪了歪头，在看到了逐渐下降的奶味线，露出了正在舔盆底的我后，黄金藏獒发出了愤怒的低吼。虽然还只是幼崽，但身为顶级战兽后裔，他的脾气可不小。一丝微弱的金色电弧在他的利齿上绽放，直接就朝我咬了过来。好在我反应极快，直接原地起跳，跳到了他的头顶，躲开了扑击。我趴在黄金藏獒的头上，看着那白嫩的皮肤，于是便尝试着咬了一口，可任凭我再怎么用力，也只能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白印。我靠，皮这么厚，根本咬不动啊！黄金藏獒见我还敢反抗，愤怒的左右甩着脑袋，金色电弧再次闪烁，想对我再来一下。我冷哼一声，你这畜生还敢呲牙？信不信我拿打火机咬你屁股？我再次躲开了他的撕咬，一步绕到黄金藏獒身后，随后张开大嘴，一簇橘红色的原子吐息精准地喷在了黄金藏獒的屁股上。只听嗷的一声，黄金藏獒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屁股上的毛发已经燃烧了起来。他原地转圈，试图扑灭屁股上的大火，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惊恐，不敢再轻易上前。我嘿嘿一笑，吃不了你，我还不能折磨你了。我看着黄金藏獒那一身金光闪闪的毛发，眼神突然亮了起来。于是我再次靠近他，但这次我并没有咬他的肉，而是开始啃他身上的毛。丁，吞噬黄金藏獒绒毛，进化点加1。没过多久，他身上的毛发便被我啃成了花斑秃。他看着自己飘落的金毛，还有屁股上时不时传来的灼痛，终于哇的一声委屈的哭了出来，缩到墙角瑟瑟发抖着。见状，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环顾了一遍四周，凡是能吃的都进了我的肚子。等到夏凌风结束了一轮修炼后，映入他眼帘的只有一片狼藉，原石没了，兽奶盆空了，小金身上毛发斑秃，屁股焦黑，蜷缩在墙角哭泣。
这一幕让夏凌风气得浑身发抖。小金，这是谁干的？他疯狂地搜寻整个房间，最终只找到了墙壁上那个不起眼的小洞，而罪魁祸首早已溜之大吉。另一边，夏幼楚正准备去关押我的静室给我送饭。虽然他因资源被断，情绪受到了波动，但他早有心理准备，很快便平复了心神。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心里又是猛地一沉。老娘的门咋没了？他不敢置信地进入静室，只感觉四周像是被炮轰炸过一样。最关键的是，那只壁虎不见了。他瞳孔骤缩，本命战兽失踪，可不仅仅是丢失宠物那么简单，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命啊！想到这，他连忙在静室内搜寻起来。当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时，竟发现墙上有个小洞，小洞的痕迹很新，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用牙齿硬生生啃出来似的。这壁虎居然能啃动黑曜石砖，难道是吞了金蝉之后，它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异，获得了啃食材料的能力？可它跑去哪里了？就在夏幼楚准备出去寻找时，一个轻微的声音从洞口传了出来。他猛地转头，只见一只壁虎正慢悠悠地从墙洞里向外爬。我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一圈，已经接近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原本灰色的皮肤更是透出一种类似岩石的色泽。我瞥了夏幼楚一眼，便爬到软垫上准备睡觉。夏幼楚看着我一副万事无忧的样，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表情。他快步走到墙洞边，试图查探洞内的情况，但里面黑漆漆一片，深不见底。他沉默片刻，找来了一块石头，暂时将那个洞口封住，然后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刚才去哪里了？我没有搭理他，现在的进化点已经超额，等消化完肚子里的东西，就可以开始第二次进化。夏幼楚见我这副模样，无奈地叹了口气，以后不许再乱跑了，外面很危险，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至少还能活下去。他说完，便感受到灵魂链接里传来的简单信息：吃饱了，很满足。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又再次沉了下去。变异或许是有一些，但距离成为真正的神兽还是差了108000里，终究还是只能靠自己啊。他转身再次离开了静室，见他离开后，我便睁开了眼睛。女人，你对力量一无所知，等着吧，下次见面你会明白自己错得多离谱。系统开启第二次进化，剧烈的痛苦再次席卷了我的全身。这一次比第一次进化时更加猛烈，原本巴掌大小的躯体，在咔咔的鼓响中迅速增长到了接近1尺长，力量感充斥全身。我感觉自己现在能轻易撕碎之前的自己。我看着久推之体的选项，这次没有太多犹豫，选择强化能量核心。一股截然不同的感受从胸腔深处传来，不再是单纯的疼痛，而是一种灼热，仿佛有一颗微型的太阳正在我体内被点燃。我心潮澎湃，终于有个像样的攻击技能了。虽然还是初级，单看描述已经具备了各种招牌技能的雏形。第二次进化完成，实力大增，还获得了强力的新技能，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饥饿感，得继续搞吃的。我把屋子里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最后进化点还差200点就能再次进化。我现在虽然有了点实力，尚且还是幼年期不能浪，容易被夏家强者一巴掌拍死，所以我打算去找夏幼楚，跟着那女人混，应该能搞到好吃的吧。我猛地从旁边的草丛里跳出，精准地落在了她的怀抱之中，扒拉了一下夏幼楚的衣襟，传递过去一个清晰的意念：为我。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是本命战兽，不能掐死。夏幼楚回到自己的居所，将100块中品原石、3株灵参草放到桌上。此刻他看了一眼呼呼大睡的我，指望不上啊！重活一世，开局就是地狱难度，资源被断，前路迷茫。前世他曾得到过一部功法，名为吞天魔功。此功法通过吞噬其他生命本源化为己有，修炼速度虽快，但是极其耗费资源。前世他身为女帝，自有其骄傲与底线，并未选择修炼这等魔功。但这一世，夏幼楚握紧了拳头，底线是强者才能拥有的奢侈。家族已非久留之地，留在家族只会处处受制。次日清晨，夏幼楚收拾行囊时，发现自己的100块中品原石不见了。这时，一个悠长的饱嗝从我嘴里发出来，夏幼楚彻底爆发了。我被晃得头晕眼花，夏幼楚最终还是没有掐死我，就当是喂狗了。夏幼楚来到他就读的云城第一中学，打算办理退学手续。他明白此刻没有资源支撑的他，只有去边境那种妖兽横行的混乱之地，才能得到蜕变。他是夏幼晴，听说他的本命战兽是只壁虎，那不是废了吗？可惜了，以前可是咱们学校的牌面。夏幼楚对周围的议论充耳不闻，径直走向教务处。我感应了一下四周，远处那栋看起来最气派的办公楼，能量反应似乎比其他地方浓郁一点。没过多久，那座楼被我吃塌了，那是校长办公楼，有学生尖叫，现场瞬间乱作一团。夏幼楚也是微微一怔，看着那倒塌的办公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低头看向自己腰间的布囊，布囊底部不知何时破了一个小洞。难道……他猛地抬头看向那已经成为废墟的办公楼，看来这头傻壁虎还是有2把刷子的。我打了个饱嗝，进化点终于突破了2000大关，心情十分愉悦，又可以进行下一次进化。我蜷缩着身体，忍受着第3次进化带来的剧烈冲击，我的体型在痛苦中进一步膨胀，从之前的1尺来长，直接增长到了接近半米。进化完成后，属性再次大幅提升，而且一次性获得了2个新的被动技能。我心中一喜，超能装甲瞬间让我的生存能力暴涨，能量感知则像是一个生物雷达，能让我提前发现猎物或者危险。我看着久退之体的选项，目光落在了利齿上，吞噬是它进化的核心，因此一副好牙口至关重要。强化牙齿，我要吃得更快更狠。选择确认，开始对指定部位进行额外强化。口腔内传来一阵剧烈的酸麻痒痛，仿佛有无数小锉刀在打磨我的牙齿。叮，
天赋吞噬受强化部位利齿影响效果提升。丁，受强化部位利齿影响，领悟技能撕裂啃噬与撕裂效果，能更高效地破坏物体结构，并从中汲取能量，对坚固目标造成的伤害提升。吞噬坚硬物质时，转化效率小幅提升。直接给了个撕咬效能，还提升了吞噬效率。我满意的活动了一下下颌，感受着牙齿碰撞发出的铿锵声。我感觉自己一口下去能轻易咬穿钢板。学校外围，夏有楚站在一棵大树下，远远望着那片混乱的废墟。不一会儿，我从旁边的地里钻了出来。这家伙吞了9翅金蚕过后，果然产生了异变，而且这个异变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原力居然无法穿过掉皮。城防军尖锐的哨声已经响起，夏有楚立刻转身混入逐渐骚动起来的人群，快速离开了学校区域。他带着我来到了城外不远处的拓荒者工会驻地。工会驻地人来人往，充斥着各种彪悍的气息，有人身边跟着狰狞的战兽，有人背负巨大的武器。夏有楚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少女，带着一只蜥蜴幼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少目光落在我们身上，带着审视好奇，甚至是不怀好意。夏有楚无视这些目光，径直走到注册窗口。很快，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个粗糙的铁牌，上面有一个简单的编号。夏有楚接过铁牌，转身走向任务光幕，积分可以兑换工会仓库里的各种资源，包括功法、武器和丹药，甚至是高阶妖兽的幼崽或者原石。他选中了一个青角黑风谷、外围地穴蜘蛛的任务。走吧，我们的狩猎开始了。一人一兽正式踏上了旅程。夏有楚的身影在嶙峋的怪石和枯木间穿梭，手中那柄普通长剑闪烁着冰冷的寒光。剑光一闪，一头地穴蜘蛛瞬间被消灭，绿色的汁液溅出，抽搐着倒下。一股无形的吸力从他掌心传入，笼罩在那蜘蛛尸体上。大量生命精气从尸体中被强行抽取出来，顺着他的经脉涌入体内。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元力在魔功的转化下带上了一丝阴寒的属性，总量在迅速增长着。果然有效。虽然过程痛苦，但进步速度远非按部就班修炼可比，甚至不输前世他契约月光狼的修炼速度。我正趴在地上，百无聊赖地嚼着那只被他吸干了的蜘蛛。吞噬地穴蜘蛛残骸，能量流失，获得进化点 0.5， 体力增加 0.01。这女人动作太快，每次留给我的只剩下干巴巴的骨头和甲壳。我不满地传递意念：你一只壁虎吃那么多肉干什么？消化得了吗？这些骨头甲壳磨磨牙就够了。老子连石头钢铁都能消化，会消化不了几块肉。我气得想给夏有楚一口原子吐息尝尝，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小气鬼，等爷以后发达了，也让你啃骨头。夏有楚一脸鄙视，继续向前探索，但没等他走2步，一股凶悍气息骤然来袭。夏有楚面色大变，这个区域怎么会出现妖兵级别的妖兽？妖兵级别相当于人类元师境界的修士，他如今只是元者3星。面对妖兵级别的妖兽，只有死路一条。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向着黑风谷外围冲去，同时他也在心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个贪吃怕死的傻壁虎，关键时刻跑得比谁都快。那妖兵的气息越来越近，夏有楚打算破釜沉舟之机，一道炽热的红光精准的攻击在那道黑影上。夏有楚趁机拉开距离，惊魂未定地看向火线射来的方向。来人是拓荒者工会会长的独生女赵萌萌，年纪20岁便已是元师9星，本命战兽赤焰狼更是达到了妖兵后期。他走到夏有楚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你就是夏有楚，夏家那个有名的千金？夏有楚眉头微蹙，是我，多谢赵小姐出手相救。谢就不必了。赵萌萌摆了摆手，我说你们这些大家族的小姐少爷能不能消停点，好好的城里不待，非要跑到这荒郊野岭来。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随便一个任性，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就得屁颠屁颠跟着擦屁股。夏有楚冷声道，我有我的目标，今日之情我记下了，日后必当回报。夏有楚转身就想离开，赵萌萌几步追上夏有楚，抱着手臂，谁想保护你了？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要不是我爹下了死命令，说你少根汗毛就要扒了我的皮，我才懒得管你死活。你爱干嘛干嘛，我就在后面跟着你，当我不存在就行。有这个赵萌萌在旁边盯着，他还怎么运转吞天魔功？与此同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某位前女帝疯狂蛐蛐，此刻正嗨得不行。我正喜滋滋啃着刚猎杀的蜘蛛。吞噬地穴蜘蛛，获得进化点+5，力量加 0.1，敏捷加 0.5。就在这时，一头体型巨大的洞穴蜘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二话不说，张口喷出一道紫色的毒液。我不闪不避，毒液打在我身上，连个印子都没留下。超能装甲被动生效，毒液附带的那点腐蚀能量直接被抵消了。就这，我撇了撇嘴，后腿猛地发力，瞬间出现在蜘蛛首领面前。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尾巴如同钢鞭般抽出，蜘蛛首领庞大的身躯直接被抽飞出去，汁液横流，眼看是活不了了。我走过去，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蜘蛛首领，获得进化点50，力量加5。体力加5，精神加5，获得被动技能毒抗性。一股热流在我体内化开，力量感再次提升，我感觉浑身舒坦，这才是哥斯拉该有的生活。看了一眼属性面板，进化点已经积累到了320，虽然距离下次进化还很远，但照着这个速度，估计用不了多久。我继续自己的狩猎之旅。夏有楚感觉自己的耐心正在被赵萌萌一点点磨光，他甚至怀疑赵萌萌的本命战兽不是赤焰狼，而是某种擅长精神攻击的碎嘴鹦鹉。赵萌萌打了个哈欠说道，我说夏大小姐，你到底在找什么？这外围都快被你离一遍了，除了那些傻蜘蛛毛都没有，
再往里走可就是真正有危险的地方，我可不一定能兜得住。他等的就是危险。根据前世记忆，黑风谷深处隐藏着一个小型上古遗迹入口，里面残留着一些上古修士的传承和资源，还存在一些天然的禁制和迷宫，正是摆脱赵萌萌这个跟屁虫的绝佳场所。我要去里面看看。夏右楚指向黑风谷更深处的方向，那里雾气更浓，光线也更暗。赵萌萌眉头一挑，里面？你确定？那里面的妖兽可不是外围这些地穴蜘蛛能比的，说不定有妖兵后期，甚至妖将级别的家伙。夏右楚语气平淡，你如果怕，可以不用跟来。说完，迈步向深处走去。赵萌萌看着他的背影，撇了撇嘴，还是跟了上去，同时拍了拍身边赤炎狼的脑袋，打起精神，看来这趟差事没那么无聊了。与此同时，在黑风谷的另一个方向时，我正对着一头被我撕碎的岩石巨蜥大快朵颐。吞噬岩甲蜥，获得进化点80，力量加8，体力加10，获得被动技能硬皮。进化点也顺带突破了600大关，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又长了一截，皮肤也更坚韧了些。那女人还在外围捡垃圾，老子在这里吃大餐，嘿嘿，赚麻了。我美滋滋的想着，突然，我通过灵魂链接捕捉到了一丝品质极高的能量波动。那女人在吃毒食，不行，想背着我吃毒食。没门！我立刻循着那丝感应，朝着感应的方向飞速前进时，夏右楚凭借前世的记忆碎片，在一片布满藤蔓和苔藓的岩壁前停下了脚步。他运转体内那丝刚刚转化出的魔元时，屈指一弹，紧接着岩壁露出了一个幽深洞口，一股精纯而古老的元气从洞内弥漫而出。赵萌萌一脸震惊：遗迹入口？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个遗迹入口？夏右楚脸上不动声色，淡淡道：运气好，偶然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他自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赵萌萌眼神闪烁，明显不信。不过现在不是探究这个的时候，一个未被发现的遗迹意味着机缘。她赵萌萌虽然是工会会长的女儿，但资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赵萌萌立刻换了一副表情，凑近夏右楚：那个右楚妹妹啊，你看这遗迹是咱们一起发现的，见者有份，对不对？姐姐，我刚才还救了你一命呢。夏右楚看了他一眼，心中冷笑，刚才还一口一个麻烦，现在就是右楚妹妹了。不过他也没打算独吞，一来他需要赵萌萌的力量来应对遗迹内可能存在的危险，二来彻底甩开他已经不现实，不如暂时合作，各取所需。夏右楚依旧冷淡回道：里面情况不明，一起探索可以，收获各凭本事。没问题，还等什么？赶紧进去啊！两人进入洞口没多久，一道黑影突然也冲了进去。进入遗迹后，我便遇到一只3级龙蜥，直接向我发起冲锋。我不闪不避，胸腔内能量核心高速运转，喉咙深处暗红光芒凝聚，猛地张开嘴，一道碗口粗细的暗红色能量汹涌喷出，吐息直接贯穿了龙蜥庞大的头颅，从其后脑传出，龙蜥轰然倒地，没了生机。我迅速上前1-2口将它啃干净。吞噬3颈龙蜥，获得进化点150，力量加10，体力加20。一股磅礴的热流在我体内炸开，力量感和防御力再次飙升。夏右楚凭借前世经验来到最中心的位置，这里生长着一颗成熟的龙纹果，不仅能提升精神力，对突破境界瓶颈也有奇效，尤其适合元王以下的修士，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就在他准备上前采摘时，一只妖兽突然出现，挡在了他面前。显然他是这龙纹果的守护妖兽。而在进遗迹之时，他跟赵萌萌就已经分开，他大脑飞速运转，寻找着对策。与此同时，在遗迹的另一个区域时，赵萌萌感觉自己到了血霉，不是被蝙蝠群追，就是掉进沼泽。好不容易出来，又遇到了一只妖兵中期的沼泽巨鳄，他勉强击退了巨鳄，但自己也受了点轻伤，元力消耗巨大。这什么破遗迹，怎么这么邪门？就在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时，偶然看见我正在被3头妖兵后期的妖兽围攻，只见我3两下就将他们解决了。这是什么妖兽？恐怖如斯，绝对超越了妖兵级别。难道是妖将？他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的就想要逃跑，然而后退时不小心踢到了一块小石子。正在享受战利品的我猛地抬起头，锁定了赵萌萌藏身的方向。能量感知中，一个强度不错的人类生命信号，以及更远处一群正在快速接近的妖兽信号。我眼睛一亮，直直朝着赵萌萌的方向冲去。赵萌萌吓得花容失色，她瞬间拉开那把奇特长弓，体内所剩不多的元力疯狂注入，一道凝聚了她全部力量的火焰剑矢向我冲来。然而下一秒，剑矢叮当一声就掉在了地上。赵萌萌看到自己的全力一击，居然连我的皮都没蹭破，他彻底绝望，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然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扑向了更后方那群散发着诱人能量波动的妖兽。我兴奋地咆哮一声，杀入了蟹群中。原本闭目等死的赵萌萌，等了半天没感觉到疼痛，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然后他就看到了让他世界观崩塌的一幕。那头恐怖的未知妖兽正在单方面屠杀那群让他感到棘手的火蝎。他和那些地火蝎不是一伙的，难道他是在保护我？他看着我那狰狞却又带着某种奇异美感的战斗姿态，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纯粹力量与毁灭气息，脸颊莫名的有些发烫。此时的夏右楚还在跟铁甲地龙兽对峙着。夏右楚回忆着前世关于这种妖兽的零星记载。铁甲地龙兽虽然防御力极强，但却对精神层面的攻击抗性较弱，而龙纹果蕴含的正是精纯的精神能量。夏右楚眼中闪过一道光，燃烧灵魂本源为代价，强行推动元灵层面才能涉及的精神冲击。被击中的地龙兽瞬间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就在此时，夏右楚冲向了龙纹果，然而在他即将触碰到龙纹果的时候，我在他前面破土而出，直接将那果子一口吞入。夏右楚伸出的手将在半空，脸上的狂喜和期待瞬间冻结，化为彻底的呆滞和难以置信。吞噬龙纹果，
获得进化点500，精神加50，获得特殊状态神清气爽。一股磅礴浩瀚的精神能量瞬间在我脑海中炸开，之前连续战斗的疲惫一扫而空。这果子够劲儿。我转头看到旁边眼神仿佛要杀人的夏幼楚，夏幼楚看着我那副吃了好东西很满足，甚至还带着点你来晚了的无辜表情，差点直接气晕过去。赌上灵魂受损的代价，眼看就要到手，关乎他前期修炼根基的龙纹果没了，被自己的本命战兽一口闷了。他堂堂女帝被一只蠢了吧唧的傻逼虎给坑了2次。就在此时，铁甲地龙兽清醒过来，看到龙纹果没了，瞬间进入狂暴状态，他不再有任何保留，妖兵巅峰的恐怖气息全面爆发，庞大的身躯带着碾碎一切的威势朝着我们猛冲过来。夏幼楚脸色巨变，燃魂秘术的反噬让夏幼楚实力大损，根本不可能再抵挡地龙兽的寒冬一击。他看了一眼旁边似乎还在回味的我，心中一片冰凉。这傻逼虎除了吃还会什么？难道他夏幼楚重生归来，雄心万丈，最终却要憋屈的死在这里，死在自己的本命战兽坑爹操作之下？强烈的求生欲和前世女帝的骄傲，让他强行压下了灵魂的剧痛和身体的虚弱。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再次施展某种代价更大的禁术，博那一线渺茫生机。然而我直接冲到了他前面，迎着地龙兽正面冲了上去。我张嘴，一道洪流猛然喷出，直接灌入了地龙兽那张开的血盆大口中。地龙兽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直接炸了。夏幼楚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头妖兵巅峰的铁甲地龙兽被他的本命壁虎秒了。这是什么品种的壁虎？夏幼楚看着我那狰狞中带着莫名威严的侧脸，我好像捡到宝了，虽然是个坑货，但好像挺能打的。我没理会陷入震惊和自我怀疑的夏幼楚，走到那堆还在燃烧的碎肉前，开始熟练的大口吞噬起来。吞噬铁蝉地龙兽残骸，获得进化点300，力量加30，体力加35，获得被动技能铁甲。我看着焕然一新的属性面板，心情愉悦。进化点已经来到1920，快一半了。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再次进化。夏幼楚看着我大吃特吃，只能干瞪眼。吃，就知道吃，怎么没噎死你？随即一个让他更加郁闷的念头冒了出来：为什么一点反馈都没有？明明战兽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进化都会反驳御兽师，可这只壁虎除了灵魂链接带来的那点微弱感应，其他什么都没有。难道是因为它本质还是凡兽，所以没有反哺能力？可哪个凡兽能长这么大，能喷吐那种毁灭性能量？还是说这傻逼狐的进化路径有问题，只长个头和饭量，不产生可供反哺的超凡能量？怎么回事？夏幼楚越想越郁闷，他甚至尝试暗中运转了一下吞天魔功，结果魔功运转瞬间就湮灭的无影无踪。夏幼楚感到一阵无力，打又打不过，吸又吸不动，契约了等于白契约。就在夏幼楚内心被无尽吐槽淹没时，我张开嘴吐出了铁甲地龙兽的骨架，传递给夏幼楚一个清晰的意念：你吃。我吃你个大头鬼！这玩意儿除了硬还有什么？我懒得再理会他，转身传递出最后一个意念：你在这里不要走动，我去给你找点骨头来吃吃。说完就消失不见，只留夏幼楚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是赵萌萌。她的目光首先落在了夏幼楚身上，随即又看到了夏幼楚脚边那副完整的庞大骨架。这是妖兵巅峰级别的铁胆地龙兽。赵萌萌的目光再次落到夏幼楚身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惊讶。这个只有元者3星，听说本命战兽是只废柴壁虎的下大公斤，竟然秒杀了一头妖兵巅峰的铁胆地龙兽。他看向夏幼楚的眼神彻底变了，之前的轻视和不屑，此刻全部化为了深深的忌惮。夏幼楚将赵萌萌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让赵萌萌误会能省去很多麻烦。想到这儿，夏幼楚干脆默认了。他淡淡的瞥了赵萌萌一眼，语气平静的说道：赵小姐有事吗？赵萌萌干笑2声，眼神不由自主的又瞟向那副骨架，试探着问道：这是妹妹的手笔，真是令人惊叹。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走吧。一瞬间，赵萌萌的态度变得无比恭敬，甚至带着点谄媚。幼楚妹妹说的对，妹妹先请，我在后面跟着，绝对不打扰妹妹。两人各怀心思，一路无话，沿着通道继续深入。在穿过一扇巨大的石门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宫殿时，殿内中央有着2个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石台，石台上各自悬浮着一个看来起来像是兽卵的东西。那个兽卵似乎是某种土系妖兽的后代。在石台旁边有一门铁甲断体术和一门地刺术，品阶不高。夏幼楚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赵萌萌也探查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玄阶中品，这回发财了！还有上古时期的妖兽轮，虽然已经无法孵化，但也能卖个好价。玄阶功法在外面足以作为一个中小型家族的镇族之宝。夏幼楚说道：你要的话都拿走吧。赵萌萌客气地回道：给我？这不好吧，毕竟是你发现的。赵萌萌看着夏幼楚那毫不在意的样子，心中再次震撼。那就多谢幼楚妹妹。赵萌萌也不再矫情，喜滋滋地走上前收取这些对她来说也算小有价值的收获。毫不意外，我又突然出现，将石台上悬浮的东西一口吞了。吞噬传承玉简，进化点加40，精神加4；吞噬石化地犀卵，进化点加5，体力加1；吞噬劣质丹药，进化点加2；吞噬青钢岩石台，进化点加1。吃完我这才注意到旁边目瞪口呆的赵萌萌，以及一脸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夏幼楚。我看向赵萌萌，对这个之前朝我射箭的人类还有点印象。我故意凑近了一些，一股恐怖的威压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
赵萌萌吓得直接跪在地上，我看着他这副怂样，觉得有点无趣，收回了威压。夏右楚看着我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操作，已经无力吐槽了。他走到几乎瘫软的赵萌萌身边，淡淡道：“别怕，是我的战兽。”他猛地抬起头看看夏右楚，又看看旁边那个如同小型凶兽般的我。夏右楚不再多言，转身离去。我直直跟在他身后。赵萌萌看着这一人一兽的背影，他感觉云城乃至整个大夏皇朝可能都要因为这对奇怪的组合掀起波澜了。回去路上，赵萌萌忍不住凑近夏右楚，压低声音：“您这战兽到底是什么品种啊？也太威猛了，我也想养一只。”夏右楚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随口敷衍回道：“壁虎愿意品种，比较特殊而已。”这也太特殊了吧！工会交接清剿任务，工作人员看到夏右楚提交的数量时，明显愣了一下，尤其是里面还混杂了几只首领级别的毒囊。这些都是您独自完成的？工作人员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看夏右楚，夏右楚淡淡应了一声。最终任务结算，夏右楚获得了120点积分和600下品原石。他拿着原石去工会内部的资源区，购买了大量修炼吞天魔功所需的妖兽血肉，顺带还买了不少低阶原力合金。他算是看明白，想指望我反馈是指望不上，不想被我抢走好东西，就得提前准备好平价替代品，把我喂饱。果然回到临时租住的小院后，夏右楚刚把那堆原力合金拿出来，我就眼睛放光的扑了上来，开始风卷残云。吞噬原力合金，获得进化点加10。我吃得心满意足，找个角落趴下开始消化。夏右楚看着我那副吃饱了就睡的德行，无奈的摇了摇头，自己也走进静室，准备消化此次一技之行的收获。他盘膝坐下，取出药材，开始运转吞天魔功。虽然龙纹果没吃到，但经历连番战斗，他的修为壁垒已经有所松动。果然在吞天魔功运转到极致之时，仿佛某种枷锁被打破，元者四星突破，总算又前进了一小步。他走出静室，发现我还在角落里趴着，似乎睡着了。这傻壁虎好像又要变强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右楚妹妹在吗？夏右楚打开了院门。婉清姐，你怎么来了？苏婉清说道。我听说了你的事情，家族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别往心里去。我相信你肯定有自己的打算。他将礼盒放在院中的石桌上。这些是一些修炼用的原石和丹药，虽然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婉清姐，这太贵重了。苏婉清按住他的手。我知道家族断了你的资源，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路是自己走的。我相信你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夏右楚不再推辞，多谢婉清姐，这份情我记下了。这就对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苏家找我。说完转身离开了。夏右楚看着桌上的资源，沉默了片刻。角落里已经清醒的我，通过灵魂链接捕捉到了一些信息。看在这些贡品的份上，以后要是碰上了，顺手捞他一把也不是不行。住口！那不是给你吃的。一个转身的功夫，夏右楚看着满地狼藉，气得狠狠一拳捶在了我头上，然后自己捂着手默默去了医疗室。拓荒者工会发布了一条紧急召集令，黑风峡谷区域发生妖兽暴动，大量低阶妖兽汇聚，并有妖兵级妖兽出没，严重威胁周边商路及村落安全。现召集所有武者4星级以上拓荒者前往清剿，任务奖励基础积分500点，按斩杀妖兽等阶级数量追加奖励，贡献突出者另有额外重赏。夏右楚看着公告，妖兽暴动意味着大量的资源聚集，对他而言是修炼吞天魔功的绝佳场所，对某个吃货而言则是自助餐厅开门营业了。带你去吃大餐。第一批赶来的拓荒者们看到那数以千计的疯狂妖兽，所有人都脸色煞白。是兽场！兽场！这有误！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妖兽暴乱！组织暴乱，前锋发现！弓箭手们拉弓搭箭，不能让他们冲出去！拓荒者们拼死抵抗，但在无穷无尽的兽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断有人倒下，被疯狂的妖兽撕成碎片。夏凌风站在悬崖上，看着下方的惨烈如同地狱般的景象。一群废物，这么点妖兽都挡不住，白白浪费工会发的资源，死了活该。要是夏右清也在这群拓荒者里被兽潮撕碎就好。就在拓荒者们死伤惨重，防线即将全面崩溃之际，两道身影突然出现，正是我跟夏右楚。这不是普通的暴动，妖兽的眼神完全失去了理智，只有最纯粹的疯狂和杀戮欲望，像是被某种东西强行激发了凶性。我才不管那么多，悍然冲向了那奔腾汹涌的兽潮。你等等！夏右楚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这傻壁虎还是这么莽，虽然知道他实力强，但这可是兽潮，里面还有妖将级别的存在。他的担忧还没完全升起，就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只见我冲到兽群前面，一爪随意一挥，一头试图扑上来的利爪猴就被轻易撕成了两半，一道圆裂变突袭喷出。无论是妖兵初期的岩甲蛛，还是妖兵中期的毒纹蟒，都在瞬间被溶穿。吞噬风狼获得进化点，吞噬利角猴获得进化点，吞噬岩甲蛛获得进化点。我的体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膨胀，气息也越发恐怖深沉。那些原本疯狂暴力的妖兽，竟然本能的产生了恐惧，开始绕开我这片区域。那是什么妖兽？好强！他在帮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夏右楚跟在我身后补刀，并利用吞天魔功迅速提升着自身实力。在吞噬了大量妖兽血肉精华后，元者5星的瓶颈轻而易举的突破。这还仅仅是开始，元者6星、元者7星，一直到元者7星巅峰才缓缓停下。就在夏右楚打算一鼓作气突破元者8星时，他突然蹙眉停下。这是引兽香的味道，难道说这场兽潮是有人故意引发的？而此刻躲在悬崖上方的夏凌风眼睛都红了，他死死盯着在兽潮中开无双的我，以及跟在后面气息不断拔高的夏右楚。这种级别的兽潮居然没杀死他，还有那头陌生的战兽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好事都让他碰上了？那只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下方我又是一口元裂变吐息，将一头试图偷袭夏右楚的妖兵引爆融成了焦炭，然后熟练的将其吞下。获得进化点80，已满足条件。是否立即开始进化？我没有任何犹豫，一股无形的能量风暴骤然形成，那些疯狂扑来的妖兽被风暴吞噬，化为进化能量的一部分。夏右楚离得最近，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能量风暴逼得连连后退。这就是我进化的方式。在他的感觉中，我的生命气息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能量反馈到他这个御兽师身上。这个混蛋！铁公鸡，貔貅，只进不出。风暴渐渐平息，烟尘散去，露出了其中那道全新的身影。只见我体长直接暴涨至接近1.9米，站立起来已经高过夏右楚一个头。仅仅是站在那里散发出的凶悍气息，就让周围那些陷入疯狂的妖兽都本能的止住了脚步，发出恐惧的低吼。我看着进化后的属性面板，下次进化点需求提升到了8000，并且这次进化还觉醒了一个全新的特殊类技能——毁灭君王。这个技能来得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为眼前这种杂鱼众多的战场量身定做的。我转过头看向不远处处于震惊和幽怨中的夏右楚，我把一只奄奄一息的妖兵中期铁背山猪扔到了夏右楚面前。他看着地上那头半死不活的山猪，又看了看我那副爷赏你的表情。他堂堂女帝何时需要一头战兽来施舍？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跟这傻逼虎生气不值得，有资源不稀是王八蛋。他黑着脸走到山猪面前，运转吞天魔功，开始吞噬其生命精气。我看夏右楚那副一边生气一边真香的别扭样子，心里嘿嘿直乐。就在此时，数道强大的气息从远处急速掠来，落在了战场边缘。为首的正是拓荒者公会的赵会长，境界元灵巅峰，在他身后是赵萌萌以及公会另外几名元灵境界的长老和精英武者。赵萌萌一落地，目光就锁定了我跟夏右楚。爹，你看，就是他，毒2的战兽。赵会长目光如电，瞬间落在我身上。他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而可怕的妖兽。夏家丫头果然不简单。他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疯狂兽潮，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如果出手击杀那几头隐藏在兽潮后方的妖将，失去了压制的兽潮反而会彻底失控，到时候遭殃的就是周边那些毫无防备的村落。这时夏凌风突然出现，赵会长，兽潮凶猛，每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同胞牺牲，请您以大局为重，速速出手平定兽潮。必须尽快让赵会长出手，在兽潮被平定后，他才能有机会在调查开始前抹去自己使用迷兽香的痕迹，否则一旦深究下去他就完了。赵会长冷冷地瞥了夏凌风一眼，他有理由怀疑这场兽潮跟这位夏家大少爷脱不了干系，但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就在此时，一股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席卷了整个天地，妖兽全都四肢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伏了下来。刚刚吞噬完山猪突破到元者8星的夏右楚，看着眼前一幕一脸震惊，这傻逼虎竟然还有这种技能，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几头妖将级别的妖兽仿佛受到了挑衅，怒吼着朝我冲来。面对他们的凶猛攻势，我反而燃烧起更加炽烈的战意。我的利爪狠狠地拍向了金刚猿砸下的巨拳，随即尾巴狠狠地抽向了后面冲上来的紫金毒蝎。紫金毒蝎被甩飞出去，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别愣着了，赶紧吸，能吸多少吸多少，别让那群家伙抢完了。夏右楚被我传送的意念惊醒，他看着周围那些失去反抗能力的妖兽，这傻逼虎是在担心被抢怪？都啥时候了，还怕友军抢怪呢？夏右楚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随即吞天魔功超负荷运转，无形的吸力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笼罩向周围大片区域的妖兽。精纯的生命精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入他的体内。他的修为升到元者8星巅峰。我见夏右楚开始疯狂吞噬，心中稍安，自己这边也必须加速了。这几只妖将皮糙肉厚，体内妖元雄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拿下。特别是那头铁羽雷鹰一直在空中盘旋，时不时就用雷击骚扰，必须先解决一个。我的目光瞬间锁定了那头紫金毒蝎，我猛地扑向紫金毒蝎，紫金毒蝎喷出一大团紫色毒雾，我不闪不避，胸腔内的能量核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喉咙深处暗红色的光芒急速凝聚，一道毁灭吐息喷射而出，直接灌入了他嘴里。紫金毒蝎的身体迅速瓦解，化作最细微的飞灰。吞噬紫金毒蝎获得进化点800，力量加50，体力加60，精神加30，被动技能毒抗性提升至高级。毒抗性升到高级以后，估计很难再有毒物能威胁到我。我转过头，目光扫向了金刚猿和铁羽雷鹰，两头妖将瞬间达成了共识，再也顾不得什么霸主尊严，转身就想逃跑。我咧开嘴，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我直扑试图逃跑的金刚猿，将它撕碎时，铁羽雷鹰见同伴都没了，陷入疯狂，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朝我扑来。我迎着俯冲的铁羽雷鹰逆冲而上，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向了铁羽雷鹰的脖颈。吞噬铁羽雷鹰。
获得进化点820，敏捷加65，精神加55。按照这个趋势，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再次进化了。战场剩下的零星几头低阶妖兽，朝着四面八方亡命奔逃着。短暂的死寂之后，是震天的欢呼。赵会长走上前，对着我和夏幼楚郑重的抱拳行礼。我只传递过去一个意念，记得结账。就在赵会长一脸懵逼之时，旁边的赵萌萌连忙小声解释道。赵会长这才恍然大悟：阁下放心，任务报酬1分不会少。而且鉴于2位在此次受潮中的卓越贡献，工会还将额外给予最高级别的特别奖励。我满意的点点头，不再理会赵会长，转身走向夏幼楚。吃了这么多才元者9星，你这功法效率不行啊！夏幼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额头冒出青筋。你说谁效率不行？要不是某个混蛋把最好的食材都独吞了，连点汤都不给我留，我早就突破元师了。要是能把那3头妖将吸收了，别说元师，冲击元师中期都有可能。我理直气壮是。我打的怪，当然我吃。你能捡点剩菜剩饭，就该偷着乐了。夏幼楚气的胸口起伏滑落，你个铁公鸡，猪扒皮！转身去帮忙救治伤员，清点战利品。这次受潮拓荒者工会损失不小，死伤近100人，其中不乏好手。赵会长脸色阴沉，对负责情报核查的指示下令：给我严查，到底是谁传回的假情报？我要他付出代价。1个小时后，一名执事脸色难看的回来汇报：会长。我们查到1个小时前，夏家的夏凌风少爷曾在这附近出现。而且有兄弟在悬崖上面发现了这个。执事递过来一个装着细小灰烬的瓶子，赵会长一把夺过小瓶。印绶香，高浓度的。夏幼楚回想起前世夏凌风确实因为平定妖兽暴动而立下功劳，获得了不小的名声。当时他还觉得有些奇怪，以夏凌风的实力怎么可能平定受潮？原来是自导自演。立刻将此事上报城主府和巡查司，申请逮捕夏凌风。我要让他为死去的兄弟们偿命。是。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并不如人意。拓荒者工会得到了城主府巡查司的回复，调查结果认定是一个叫王老五的地痞所为。此人偶然得到引兽香，为报复社会才使用引兽香引发受潮，现该犯以畏罪自杀。此案就此了结。至于夏凌风，巡查司表示他当时只是恰巧在附近历练，发现受潮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工会，属于见义勇为，应予表彰。这个结果一出来，不少拓荒者气得眼睛都红了，自发组织起来冲到夏家府邸门前抗议，要求严惩真凶。然而夏家大门紧闭，只有几个护卫冷着脸站在门口。滚开！夏家府邸岂是你们这些泥腿子撒野的地方？再敢喧哗，以冲击贵族府邸论处！就在这时，夏凌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吵什么吵？一群贱民！我告诉你们，这世道讲究的是实力和背景，没证据就闭上你们的狗嘴。再敢污蔑本少爷，小心我告你们诽谤，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夏幼楚得知这个消息后，站在小院的窗前。夏凌风，你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我保证。不是依靠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双手，讨回属于死者的公道。他要变得更强，强到足以无视这些肮脏的规则，强到足以亲手讨回公道。我看了夏幼楚一眼，传递过去一个意念。想报仇简单，等我再进化2次，一口吐息把整个夏家扬了。虽然方式粗暴了点，但听起来还挺解气。他看了一眼我那副自信的样子，忽然觉得有这个混蛋在身边似乎也不错，至少在通往巅峰的路上不会太寂寞。他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好啊，我等着。算了，别等了，我现在去夏家一趟。夏幼楚先是一愣，随即脸色微变，身形一闪，挡在了我面前。他压低声音，语气带着一丝气急败坏：你现在去夏家干什么？送死吗？谁说我要去杀夏凌风了？我去动他的战兽，那头金毛小狗看起来挺肥的，吃了它收点利息不过分吧？他看着我那副表情，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不吃正主吃人家的狗，这思路清奇中带着点缺德，但好像莫名的可行。他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夏凌风发现自己的宝贝战兽被吃掉时那副气急败坏哭爹喊娘的场景。夏幼楚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他看向我时，嘴角勾起一抹小恶魔般的笑容。看着夏幼楚那跃跃欲试的样子，我点了点头。夏幼楚带着我来到了夏凌风院子不远的一处假山后面。看到门口那2个护卫了吗？都是元帅巅峰。院子里还有暗哨，具体位置我不太确定，但肯定有警戒。我看到了，整个院落被一个警戒阵法覆盖，阵法交给你压制，5秒钟够了。好，我压制阵法，你进去得手后马上撤。他通过能量感知，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笼罩院落的护罩。我也看到了院落里那个散发着可口波动的黄金藏獒，好像似乎比之前更肥了。我舔了舔嘴唇，夏幼楚直接凝出一缕魔源，悄无声息地射向笼罩院落的警戒阵法光罩。阵法光罩极其轻微地波动了一下。
我如同一道影子，瞬间出现在了那个豪华兽窝旁边，直接将黄金藏獒那圆滚滚的身体整个捞起，夹在腋下时，朝着院墙方向冲去。在离开的最后一瞬，我扫了一眼正厅，冷不防跟夏凌风对上了眼。夏凌风瞳孔骤缩，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冲到院子角落，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兽窝，整个人如遭雷击。夏明远和柳氏瞬间出现。小金，我的小金被他抓走了！怎么回事？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是夏有楚的那头战兽，他把小金抓走了。爹娘，把他抓回来，我要把他剥皮抽筋。来人，封锁全府，一定要把那头畜生给我找出来。是。夏明远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整个夏家府邸瞬间被惊动。然而我和夏幼楚早已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拓荒者居住区小院，赵萌萌还在石阶上打着哈欠，突然两道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吓了他一跳。幼楚姐，石溪大人，你们回来了。然后他就看到我腋下还夹着一个不断挣扎的金色毛团。夏幼楚对他做了个渐生的手势，低声道：“这是夏家夏凌风的那头黄金藏犬。”说罢，三人便进到院子里。你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吃了。黄金藏獒似乎听懂了，抖个不停。赵萌萌在一旁看得有点不忍心。那个石溪大人，黄金藏犬很稀有的，杀了有点可惜。就是因为稀有才好吃。动作快点，处理干净。夏幼楚在一旁提醒道。我点了点头，接着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其吞了下去。吞噬黄金藏獒幼崽，潜力妖王。获得进化点2000，力量加100，敏捷加80，体力加120，精神加60。获得被动技能黄金血脉，获得金色磁财王之财宝。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和新获得的能力，心潮澎湃。这次偷果行动简直血赚。我尝试发动王之财宝，胸口能量核心微微波动，一股奇特的能量流转着我的右前爪。夏幼楚能感觉到那爪子蕴含的可怕力量。这是什么技能？这绝对能轻松把腰浆捅个窟窿。我挥动了一下右爪，瞬间带起一道凌厉的金色弧光。不错，看起来威力不俗。